你好，我是 Alex 阿力。最近几天币圈呢算是安静了一下啊。那么 CZ 呢昨天还试图以一己之力去拯救币圈。我当时就在会员群说了，他幻想自己呢是2008年的巴菲特啊。只可惜呢后面他没有美联储和美国政府的支持。我们今天的第一部分来聊一下这个孙宇晨的火币啊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爆雷的交易所啊？我会结合一些数据和推特上一些网友的截图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观点。第二部分呢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币圈灾后的发展会有哪些板块、哪些领域会在接下来的牛市的时间里面异军突起啊，突然起爆。好，我是 Alex 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啊。视频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点点滴滴的影响。另外呢，我的电报呢有个会员群，我的目标呢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内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感兴趣的朋友呢，请通过视频下方的缓冲群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助手咨询进群的方式。好，那么我们下面进入今天的正题啊。今天这个爆炸头 SBF 啊又出来说话了，大概意思呢就是还要凑钱去还债，试图融资东山再起啊。链上数据呢还真的监测出来有数千万的资产呢转移到了FTX 和 Alameda 的钱包，事情似乎有些变化。那么我们目前呢还没有看到更进一步的这些发展，那么我们静观其变一下。那么 FTX 这一波真的是坑了很多人，我看到很多网友呢是非常真诚的去祈祷啊，说这个不要再出现交易所爆雷了啊，一定要好好的吧。但是呢，谁也没有办法去预知未来啊，谁也不知道到底还会不会有交易所爆雷的事情的出现啊。那目前备受大家关注的就是火币的财务的状况了。根据推特大佬 BitRun 的推文呢，他说这个火币呢很有可能会出现爆雷的情况啊。他说这个有3个原因。第一呢，就是平时一向桀骜不驯的孙哥最近呢都在频繁的跪舔 CZ， 一副大哥饶命的姿态。那第二呢，就是孙哥的 USDD 已经脱钩多日，今天又开启了20%的收益的理财啊，就是说这个火币的交易所，我们等一下会聊到。要知道上半年 USDT 就是因为20%收益而崩盘。第三呢，就是火币公布的资产表可以看到2大空气币 HT 和 TRX 占了44%，和崩盘前 FTX 的结构很相似。那么背后有多少窟窿呢？到底背后有多少窟窿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因为呢还没有看到火币的负债表。但是呢，火币目前出现的高利率的 USDT 和 USDC 的理财产品呢，高达20%到50%啊。如果是不知情的小白，这个时候打开交易所，看到了这个高昂的这种利息啊，这个时候将手里面的 U 呢都存进去，一旦孙哥跑路，火币爆雷，那么这些钱是不是就没有了？所以说啊，再次提醒大家不要贪图高利率啊！你看到的是那一点利息，而孙哥看到的呢是你交易所所有的你的本金。那么我们这里分析一下，为什么火币会推出了这么高的利息呢？还是一个理由啊，就是他们的资金出现了短缺。那么我们看这个截图啊，这是链上数据显示的火币交易所啊所有的资产一共是33亿美元的资产，其中 HT 和 TRX 两样呢就占比了44%，共14.4亿美元的资产。那这两个是什么呢？大家都应该明白。HT 呢是火币的平台币，那 TRX 的是孙宇晨发的空气币。这两个币呢都缺乏流动性啊，一旦出现这种踩踏的爆雷的这种事件出现的话，那么这两个币种呢都是很难去换取真正的资金去救市。那其实说白了呢，这两个币都不能作为一个交易所的资产所在啊。前车之鉴 FTX 尸骨未寒，我们就看到了火币这样的状况。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到火币的负债的情况，所以没办法去猜测它的窟窿有多大。如果说它的负债也很高的话，那么为了防止被定点狙击重蹈 FTX 的覆辙，那火币呢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募集到巨额的资金去补上这种窟窿啊。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选择公开募资呢？原因很简单啊，因为一旦公开募资呢，一定会被大家发现啊，成为黑暗森林里众多猎人的枪下鬼。所以火币呢，只会选择从交易所这个客户里面下手啊，用高于市场任何一家交易所的利息去吸引大家的资金去存钱。这个时候你要思考一下了，你是想要那20%的利息呢，还是想失去100%的资产？自己的钱呢，一定要自己负责任。我之前在视频里面说啊，只要有1/1000的可能性这种会爆雷啊，
也要提币出来啊，不仅仅是提币，还要把 TRC20 上的 USDT 换成 ERC20 啊，因为 TRC 就是波场的链啊，这个时候要远离一切风险啊，你才能活下来。君子不立围墙之下，火币发出来这么高昂的利息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USDT 呢最近一直处于脱锚的状态啊。USDT 呢是波场发的算法稳定币啊。如果说你听到算法稳定币，你觉得是不是很熟悉啊？很熟悉的配方，没错呢。今年爆雷的这个 Luna 也是发了一个算法稳定币啊，是 UST， 而且他们当时的这个质押的利息也是 20%， 你说是不是很巧合呢？那这个 USDT 呢已经连续7天脱锚了，事实上已经被很多人盯上了。那不了解算法稳定币的可以去查询一下我之前讲的 Luna 崩盘的那几期视频啊，有这个来龙去脉，网上呢也有很多文章写的非常详细。那 USDT 稳定币脱锚啊，孙宇晨内心呢一定是非常着急的啊，所以说才出了这种歪主意，用高利息去吸收自己交易所客户的资金去救火。那我觉得既然这个套路呢被我们大家发现了，那正规军的做空的部队呢一定早就趴好位置了，这个时候大家可能都是老六啊，就等着从背后开出那一枪。这个时候孙哥呢一定很担心CZ 室内开出第一枪的那个人呢，所以才出现了大佬所说的孙哥不断的在跪舔币安跪舔 CZ 的情景。但是在资本面前，不是你去跪舔呢就能解决问题的。再加上这个前不久啊，火币也出现了 Gala 搬运事件的一个恶性的事件啊。那火币交易所当时的措施呢是锁币不让提币。那在这个事件当中啊，孙哥损失了 2.5 亿美元，但是呢更重要的呢是失去了民心。Gala 事件让孙哥的火币彻底沦为了野鸡交易所啊。不了解这件事情呢，可以谷歌一下啊，网上有很多的文章写的非常非常详细。那么综上所述吧，我们散户目前还不能说啊马上去空 TRX 或者是 USDT 啊，我们目前能做的呢就是从火币提币，并且将一切波场链上的资产呢转到以太坊上啊，不要做冤大头啊，然后呢静静的等待打出第一枪的那个大佬的出现。如果说火币这次真的爆雷了啊，而在此之前你保护好了你的资产没有受到损失，那么恭喜你啊，市场呢会继续下探，极有可能会出现本轮熊市的最低价啊，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这件事情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聊一下啊，那下一轮牛市中会异军突起哪些板块呢？首先我认为第一部分呢就是去中心化的交易所啊，目前这个 DYDX 和 Uniswap 已经开始涨了啊，用户呢也是暴增，价格呢也跟着涨啊。中心化交易所关门呢其实是一件好事，大家不要觉得啊爆雷了这个交易所爆雷了那个交易所，哪怕是币安倒掉呢，其实都是一件好事情。那这样的话，这是更加凸显出来了去中心化的价值，更加能够衬托出来比特币的价值。如果说目前最去中心化的两个项目是什么呢？我会告诉你啊，比特币和狗狗币，以太坊呢也只能往后站。接着第二部分我认为呢就是去中心化的风险投资在下一轮呢会异军突起。我们看到本轮爆雷的很多风投的 VC 啊，其实水平也就那样啊，并不比普通的散户高明到哪里去，也是乱七八糟一顿乱投，亏的是一塌糊涂。只不过呢他们是资金雄厚啊，可以去拉盘。这些中心化的 VC 呢还是有资本的原罪在里面的啊。那么下一轮会出现很多的去中心化的 VC， 那么目前我个人最看好的就是 CodeDAO， 大家可以自己去做功课去了解一下，也可以在留言区说出你的观点。那么第三个我认为会爆发的呢还是游戏板块 GameFi， 理由呢就是后疫情时代，很多人经历了这些之后呢，即便全面放开发展经济啊，很多人还是会选择躺平，游戏势必会成为下一个的硬性的需求。但是下一轮爆发的 GameFi 一定不是上一轮牛市后期出现的这种垃圾的游戏啊，就是吸引你去撸羊毛的那种垃圾游戏。那据我观察呢，很多大型的游戏公司已经开始布局了，下一轮爆发的游戏呢一定是会非常好玩，但是呢撸羊毛并不是它的第一要素。这种游戏呢一定是能够留得住用户的，就是让用户离不开，而不是说为了吸引大家去撸羊毛而冲进去的那种游戏啊，并不是说为了吸引我们币圈的人士。而我认为这个币圈能够出圈呢，可能呢会得益于下一轮 GameFi 的巨大的流量。GameFi 呢目前还没有确切的项目
特别好的项目出现在我的眼前啊，那么我会一直持续关注着。那从去年到现在，其实我们已经经历了很多事情了，从这个无数的矿工破产、大逃亡、得发被黑被爆几十亿啊，俄乌战争打破了欧洲持续了70年的和平啊，包括这个前10名的币种一夜归零，就是 Luna， 然后呢又是仅次于币安 Coinbase 第3大交易所 FTX 资不抵债出现了暴雷，还有这个40年来的最高的通胀，以及美联储最快的加息的这种步伐，然后呢我们可能还要迎接来马上的这种货币的这种巨大的风险，以及今天刚刚发生的丢在波兰的2枚导弹，世界真的很紧张。但是呢，我希望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要坚强的活下去，那活得久一些，你的资产才会有意义。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如果说你觉得对你的投资和思考有所帮助，请点赞这个视频，订阅我的频道，让我们下次再会，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